李兴野啊，是无数国男的化身。他们精明、利己、冷酷，把女性当成飞机杯。郭菊阳呢，是无数女的代表。他们物质、贪婪、算计，将男人当成提款机。他们渴望被爱，却把对方推进地狱。今天啊，我们要谈谈中国性专营的历史，怎么把中国人都变成了李兴野和郭菊阳。中国啊，曾经是一个结婚组织都要管，老婆也能包分配的国家。现在啊，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老婆分配了，但每个人都活在这段历史的阴影当中。你要是想懂得中国现在的男女关系啊，必须得了解性专营的历史。首先，它是怎么开始的呢？中国近代史呢，是一个充满强烈的被害妄想症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晚清民国那时候啊，有个特别流行的词“亡国灭种”。你觉得欧美列强哪怕真的瓜分了中国，他们能把所有中国人都杀光吗？无论他们有没有这个动机，要杀光或者文化灭绝4-5亿的中国人，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怕被种族灭绝？这是因为啊，当时中国社会早就长时间的实践着极端残酷的生存竞争了。从明朝到清朝，中国的马尔萨斯人口压力已经巨大了，人地矛盾啊极其的尖锐，导致人命贱如草芥。广东的土客械斗10年死了上百万人，动不动就屠村啊，杀人全家啊，你死我活是一种常态。再比如说，南方有些布满苗瑶民族的山地不适合农耕的，历代王朝都没有什么兴趣花大力气开发。但是啊，明清就为了争夺这点生存空间，就各种殖民征服，斩首1万，诛杀4万。更不用说啊，还有太平天国、捻军啊、回乱啊，这些死的人跟2次世界大战差不多。这种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激烈的。正是由于这种极度强烈的丛林色彩和生存竞争色彩，导致性婚姻家庭在明清中国极度剧烈的丧失神圣化。在底层民众当中，已经有大量的人没有办法正常建立家庭了，形成了很多在儒家观点看来特别礼崩乐坏的婚育习俗。比如说闯关东时期的拉帮套啊，南方各地的典妻啊，溺死女婴啊，人们对死亡等闲视之，孩子死了就喂狗吧，是女儿的话直接淹死好了，不用受苦了。再比如啊，太平天国就搞过什么男女分营，男性跟女性被强制分开居住，连夫妻啊、父母、子女都不能见面。打进南京之后啊，他们还大量抓女人，充实后宫，将女性集中登记分配给男性。女性已经完全变成一种性资源了，地位趋近于一种奴隶。有些刚烈的女性呢，受不了这种侮辱，就投河或者上吊自杀了。而且啊，和历代王朝都不一样，天王的配偶赖莲英没有得到母仪天下的封号，在太平天国的宫廷里面没有皇后的地位。注意啊，底层这种肉便器般的女性地位，并不是儒家的传统哦。传统的儒家很推崇正妻的地位，因为妻子啊，作为有人格尊严的主体，管理家庭是和丈夫平等的。但是啊，在晚清的中国底层社会实践当中呢，妻子已经丧失传统中正妻的神圣地位了。人们都普遍接受女性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性资源来分配的观念了。反而呢，是社会的上层还更加能执行儒家那一套，在意男女双方人格和尊严的结合。尽管早期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出身于社会的上层，但是他们的基本盘是贫下中农，所以他们非常强调底层视角。所以啊，共产党胜利之后，这些可怕的底层观念产生于高度人口压力和流民社会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人。晚清社会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会党文化、光棍文化。由于大量的底层流民啊没有办法成家，他们就结成了各种会党和土匪来获得生存依靠。很多地方的成年男性啊，几乎无人不会社、袍哥。会党社会、江湖社会都是以妻子如衣服，兄弟
不上诉。的价值观为自豪的，主张弱化家庭的价值观，无条件的服从于组织。就像那《水浒传》里面吴俊义啊，被梁山好汉害得家破人亡，还要深情的害死他全家的人哥哥一样。那这种底层流民观念是怎么变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呢？左翼思潮给这个濒临解体的高压锅社会踹上了最后一脚。最初呢，和西方一样，左翼思潮的确是跟强烈的个人自由、性解放相绑定的。革命青年就是要自由恋爱嘛，他们纷纷跟他们的旧式上层家庭决裂。但是啊，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很快就绑架了性解放运动。晚清的丛林社会，让知识分子们或多或少都耳濡目染过长毛啊、湘军啊、太平天国的各种杀人全家、种族灭绝的情况，所以他们发自内心的相信民族竞争会导致种族灭绝。而性解放呢，不但无助于反帝反封建，反而会增加所谓自由散漫色彩，削弱革命的组织性。与此同时呢，苏联势力逐渐进入中国，国共两党都纷纷采用了列宁主义阻挡。列宁主义跟会道门一样，强调个人牺牲家庭生活，对组织绝对服从。而晚清底层社会的家庭道德伦理已经濒临解体了，光棍兄弟会盛行。所以这套集权组织逻辑轻而易举地在中国落地生根。革命者们继承了底层流氓无产者对家庭和性的蔑视，放弃个人生活的一切参加革命。所以啊，到了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革命党人很自然的就把这种种族灭绝式的世界图景带入到阶级斗争当中了。对于党的忠诚高于一切的这种苏联式政党组织形式和强烈的会道门和黑社会式的忠诚手段，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国共两党当中。家庭变得无关紧要，有很多这种党组织安排了一个白区的工作，就安排了假老公假老婆之类的例子。为了避免亡国灭种，革命者们在苏区开展了灭种式的大屠杀。同时啊，党组织也吸收了更多底层流民出身的干部，这些良乡好汉蔑视生命的身体习惯和党内杀人如麻的风气完美匹配。而他们在受到革命文化、左翼文化影响之后，也想要在两性关系的情调上模仿那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对于知识女性形成了一种 fetish。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知识分子那种恋爱的把戏不屑一顾，还是把女性当成资源。于是在党内，这些底层梁山好汉男干部和出身比较优越的左翼知识女干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场斗争的结果呢，是党组织对女干部实施了精神阉割。因为党组织与一切的传统社会为敌，时刻都处于一种命悬一线的战争紧急状态。所以啊，为了迁就这些有战斗力的流民男性干部，知识女性干部不得不开始自污，也变得以土为荣。哪怕把他们分配给那些文盲军事干部，哪怕他们被自己完全不喜欢的老男人得到了，这些女性也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解放。个人的小解放融入到了整个救亡图存的大解放当中。这个时候啊，女性的抗争、女性的觉醒已经完全从属于组织的意图了。其实这是一个过程，性专营在党内逐渐从高层向低层延伸，随着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得到的性资源也越来越多。在井冈山时期，高级军事干部能分配老婆，而长征以后，尤其是因为很多女学生投奔延安，中级干部也开始能分到老婆了，一人一个女学生。这个时候啊，党组织彻底开始当起了红娘，任何的人的婚姻都需要组织的审查。审查外的婚姻呢，很容易就因为强烈的抓特务需求而受到党组织的怀疑。对党的忠诚高于一切，党内呢进入了一种性戒严的状态。党不会让干部缺少性，但是性只能作为一种党对于干部忠诚度的奖励。性已经异化了，因为性的主体已经变成党，而不是男女双方了。婚姻当中压倒一切的是政治利益和计算，而不是感情。生活中的一切都等着组织安排，
结果只能是成为感情上的巨婴。而那些不能得到性的战士，则长期处于一种禁欲主义的性饥渴当中。他们对异性只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所谓革命爱情的投射，却从来不会把对方当成一个人来看待。这样的家庭走出了一代中国的当权者。从延安到建国啊，性专营逐渐延伸到中低级干部和士兵了。建国的时候呢，有2个特别典型的事件，一个是妓女大改造，在全国各地打击妓女，不允许妓女营业，然后把她们分配给解放军战士当老婆。另一个就是往解放军边防所在的边疆地区输送女性，最出名的就是8000湘女上天山嘛。在这个时候啊，党内、军内一切婚姻都需要组织同意了。组织以这种大规模集体婚礼的形式，帮助很多党妹的士兵成家。政府为你们花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你们好，把你们集中在这里，并不是扣留你们。一方面是怕外面的流氓欺负你们，一方面是帮助你们学习。女性已经彻底被组织化、被纪律化、被资源化了。50年代末到60年代是性专营的全盛。一方面啊，党把对婚姻的管制逐渐延伸到农村，连农民的婚姻都要受到组织强烈的干扰，形成了一整套相亲、组织介绍、父母同意然后办革命婚礼的模式。政治权力的巨大临在延伸到了普通人的婚恋中，形成了一种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种姓婚恋制度，叫贫农对贫农，地主对地主。像地主啊、资本家这种出身的比较文雅的追求爱情的人，反而被剥夺了交配权。最惨的是黑五类，他们基本上被剥夺了建立正常婚姻家庭的权利，成为了事实上的贱邻。和黑五类结婚的人，还有黑五类的子女，也会沾染黑五类的贱邻属性。大部分黑五类男性以孤独一生为结局，或者非常晚婚。大量黑五类女性被迫嫁给了比他们差很多，甚至有生理缺陷的贫下中农男性。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那个时候啊，普通人生活在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尊的社会当中，个人和家庭生活在意识形态叙事、宏大叙事和党的组织需求面前什么也不是。大量的人因为党的一句话，三线建设啊、支援边疆啊、上山下乡啊，就妻离子散、骨肉分离。这个时候也是对于所谓作风问题压制最严格的时期。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作风问题，哪怕他不是体制内的人员，他的生活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同时啊，因为社会非常闭塞，流动性几乎为零，所以普通人挑选对象的范围非常窄，大家都被圈禁在自己的单位、工厂、社区。农村的话就是生产大队里面，在周围很小的范围内草草找到个对象就结婚了。党把每一个单身人士调动起来，让他们实现人口再生产。很少有那种一直单身的人，党也不允许那种人存在。比如说啊，现代的一些同性恋可能就一直不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党就会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讲觉悟，跟异性结婚。由于当时的人很难脱离党麾下各种组织而生存，所以大量的人会选择屈服于组织的力量，压制自己的想法。这确实保证了大部分人都可以结上婚，可能也能获得比较稳定的家庭生活，先过上再说嘛。可是因为社会上普遍的意识形态压过了真实个性的表达，而且不能出现任何的作风问题，比如婚前性行为，所以啊，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结婚对象婚前是完全不了解的。最简单的一个，他有没有生育能力都完全没有办法预知。但是由于婚姻当中有党的权威临在，是组织介绍你们结婚的，
所以啊，婚姻有一种浓厚的共产主义清教徒色彩，结了婚之后肯定不能随便离婚，这就导致了一种全民凑合过，大量的人婚姻不幸福。像什么父母爱情、什么金婚这种反映当时中国人恋爱的电视剧，虽然已经是高度美化的了，但是啊，里面的爱情都是在那种所谓的磕磕绊绊的生活当中培养的，孩子都生了好几个了才有的所谓爱情。而现实中啊，99%的人都培养不出来爱情，不但培养不出来，而且越过矛盾越激烈，还必须忍着，这才是一代中国人的真实情况。这个时候啊，党内的中高层老男人却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性自由。在解放初期，他们就形成了一种进城换老婆风，把农村的老婆通通离之、抛弃之，然后和年轻漂亮的女护士、知识女性、地主小姐、资本家小姐结婚。后来啊，在普通人牵个手就会被劳教的时候，他们去享受着中南海灯红酒绿的舞会和女孩们青春靓丽的肉体。虽然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但性专营反而迎合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隐秘欲望。由于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内卷的马尔萨斯陷阱当中，中国人习惯了零和博弈的残酷竞争，有一个人多吃一口饭，就一定有一个人少吃一口饭，所以形成了要把对方都杀光，宁愿自己过不好，也要把你拉下马的思维。这种心态啊，原本更多的被压制在底层的流民社会、江湖社会，但党通过各种倒天罡的政治运动，把这种自毁的欲望翻腾到了全社会。虽然背地里党内高层管的还是很夸，而普通人像牲口一样被管起来，享受不到爱情和正常家庭，但是啊，他们看到黑五类也被拉下马，一起痛苦，就得到了腐害欲望的满足。性饥渴会使人的意识形态也变得狂热，所以啊，党用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统治群众，可以让你传宗接代，但绝对不能满足你心理和快感的需求。这样啊，高层既可以自己享受性自由，又可以让广大群众保持狂热，里面一套外面一套，得到了一切。说起文革啊，很多中国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愚昧啊、批斗啊什么的，以为性专营一定是邓强了。这其实是被老干部叙事洗脑的结果。事实上啊，文革反而是性专营遭到冲击的时期。一方面，文革的确是加强了意识形态狂热，延续了建国以来就有的对黑五类的系统性迫害。但另一方面，在3年造反的短暂窗口期，有一些普通人利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冲击党组织的专制秩序，对搞各种反右、大跃进的老干部进行报复，用毛左的语言反抗不平等，举着红旗反红旗。例如说啊，老干部吴芝圃、赵文甫在河南搞大吃饱，光是信阳就死了超过100万人。本来啊，杀就杀了，当没事发生。但是文革的时候，以大学生党延川为首的造反派借机复仇，去信阳调查饥荒的死亡情况，还组成工作队清算吴芝圃，批斗赵文甫。随着老干部们被批斗，性专营也遭到了冲击。在这个无秩序的混乱、狂飙突进的时期，出现了各种诗人、思想家、武斗领袖，有草根甚至黑五类出身的人也开始反抗老干部的种姓制度，获得了广大异性的好评。而他们的魅力都是由个人的大胆思想、气质和行为催化的，而不是为了维持某种集体的秩序或者血统论而产生的。因此啊，代表50年代性专营秩序的老干部们非常痛恨他们。当然，文革这种失序的混乱也造成了很多悲剧，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适龄青年男女突然遭到了一个共同的劫难，触发了爱情。但是啊，最终一方返程了，一方没能返程。还有女知青为了返程，就被迫个贫下中农怎么样的。总之啊，文革时期的婚恋和性是一个比较多元、庞杂、比较丛林的一个状态。这个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些皇叔。虽然党权力在性和婚恋当中还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啊，纯粹基于个人气质而产生的爱慕已经在社会上萌芽了。在政治运动的混乱中出现了短暂的自由，
人们又重新开始从个人的气质、个人的能量，而不是组织关系或者是维护集体稳定的视角，去审视爱情和婚姻了。造反派很快就被毛泽东抛弃了，在全国各地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最抽象的是，在老干部的抹黑下，后人往往认为这些屠杀是造反派干的。直到今天，妖魔化他们依然是一种政治正确。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你说什么？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种分裂的现象。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虽然身体还被困在性专营的制度里面，但心灵已经开始追求自由恋爱了。在制度层面，性专营随着国家机器的恢复而强势回潮。在拨乱反正的初期，集体经济和50年代的旧秩序得到了全面恢复。80年代是中国国营企业，包括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所谓企业办社会嘛，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的婚姻本质上依然是组织安排的一部分，集体决定单位介绍条件合适的对象。性专营的机制本身没有变，改变的是外层的意识形态。对集体的忠诚，对单位的依附，仍然是婚恋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多普通中国人们并没有从改革开放初期获得更大的个人自由，反而更加以在国家体制、国企的经济模式中生活为荣。比如，大量的农村人都想去当国企员工、乡镇企业员工，摆脱农民这个身份。因为农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政治实践当中是一个低贱的、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带有浓重资本主义元素的一个职业，他们被圈禁在户籍的所在地。与之相反，工人是荣耀的社会主义的象征，所以那个时候在婚恋当中，非农业户口的重要性是空前提高的。但是在精神层面，性专营遭到了双重打击。一方面，实用主义开始流行，所有的意识形态通通都在退下自己的王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运转的逻辑改变，金钱的地位提高了，社会各阶层谈论婚恋方面的竞争力都不那么从意识形态又红又专的党权力角度出发了，而是开始更加现实一点，将物质基础作为婚姻恋爱的前提条件了。大量的体制内优秀青年下海，农村经营能手开始致富，逐渐使得这个体制外的成功人士也成为了一种受人憧憬的理想伴侣形象。另一方面文革式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人们开始狂飙突进地追求爱情、个人的性魅力还有自由。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在1989年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共振点。Going too much. 10 minutes clear. Why? I think this is my duty. 64是对文革式浪漫的直接继承，很多文革的造反派到了80年代都积极参与了民运。虽然他们喊的口号意识形态从强烈的毛主义变成了自由主义，但是他们传承了那种狂飙突进的原始自由精神，还有对于专营制度的反叛。那后来中国人是怎么变成奋斗嫖客李新野和奋斗鸡郭菊阳的呢？天安门广场事件扼杀了这一条以文革开始、以64为高潮的理想主义爱情萌芽。89年之后，中国政治保守化，经济自由化。政治上，中国又回到党一家独大、完全不想改革的方向去了。但经济上，由于苏联解体和国企的低效，计划经济彻底失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国营企业以及50年代秩序带来的所有经济形势，通通受到了严重冲击，很快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党的各种基层组织都开始崩溃，性专营也随之崩塌了。像工厂里面的党委会、农村乡镇里面的农业学大寨小组，这些曾经像毛细血管一样监控个人生活的基层组织，在90年代都名存实亡了。曾经负责给人相亲、开联谊会、管人作风问题的妇联工会居委会作用都虚无化了。由于性专营制度已经趋于瓦解，
人们社会主义式的性道德观念也开始急剧的瓦解，这就造成了90年代的野蛮生长。8964的失败粉碎了公众的政治理想，弥漫全社会的底层思维遇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实用主义，让金钱成为了唯一的信仰，有钱就是一切。婚恋彻底市场化了，变成一种金钱和性资源的交换。性从业者、彩礼啊这些又重新出现了。香港、台湾的出租车司机在深圳、东莞包大学生做二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像媒婆啊、彩礼啊，甚至人口买卖这种明清遗留下来的婚恋习俗，迅速地占领市场。在城市当中，压垮性专营体制的最后2根稻草是大下岗和福利分房停止。当曾经无比骄傲的国企工厂员工不得不推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夜总会工作的时候，性专营的道德体系已经沦为了一个残酷的笑话。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性专营作为一种制度彻底的崩溃了，中国人的婚姻和恋爱进入了野蛮生长的丛林时代。党的力量无法再继续维持性专营的家庭，被控制的社会突然被放开，而人们只剩下解体的道德观，什么都要等着组织安排的巨婴心灵，还有社会主义螺丝钉一味跟风的身体习惯。有些人在80年代还是出于惯性，随便找个条件类似、没有感情的对象凑合过。但后来啊，随着事业发展，婚姻就难以维持，留给家庭无尽的备胎与冷漠。另一种人曾经憧憬过爱情，却被80年代末的理想破碎，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无数最优秀的青年争相逃离，和国内的一切挥手作别，包括爱情。祛魅的中国人迅速被金钱洗脑，很多新富起来的人缺乏任何形式的精神寄托，把一切意义都投入到糜烂生活中去。他们的观念就是有钱就能有女人，有钱就是一切，而爱情则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正是因为党组织已经失去了从源头控制人们婚配的性专营制度，所以他只好开始紧抓意识形态，和一切性不道德、性犯罪、为金钱失取的性观念宣战，作为自己没有失败的一种遮羞布。他不能再建构什么，只能根据意识形态打击他看不顺眼的东西，从干预婚恋实际运行的方式来维持权力在性当中的临在。出现了严打、抓计划生育、抓淫秽色情等社会整顿行为，警察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查禁成人制品，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走判刑，情侣开房被定为流氓罪、淫乱罪。党组织对于性专营时代的种种怀旧式的意识形态无比的被高举，无比的强调化，发展到了今天，成为中国人对于婚恋一切想象的原叙事。如果你想了解新一代人婚恋观念的彻底崩塌，计划生育、应试教育等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当代的中国性别对立，请看第3期《精分的党妈与无解的家庭解体》。听到这里的观众朋友，我们想告诉你，你经历的一切，你破碎的原生家庭，你的自毁倾向，你有钱才配去爱的执念，很多时候不是出于个人的缺陷，而是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留给我们的心灵废墟，是宏大趋势破产之后刺入我们身体的碎片。只有了解这些，你才可以理解自己的欲望和痛苦，寻找人生的自由。李星也和郭菊阳，我的兄弟姐妹，愿你们找到爱。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戲。前是故人忘憂的你，可曾記得起？歡喜送秘魯，並生死說不想轉氣。閒台上輕輕，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